这对兄妹可了不得，他们齐心协力，在大山里一起劳作，只为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他们坚信，只要携手同心，未来的生活必将充满阳光，妹妹的梦想也一定能够绚丽绽放。而这一切都源于哥哥那无私的奉献精神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男孩和小雪的大山生活纪录片。在远离尘嚣的大山里，有一对兄妹，他们的故事是关于亲情与梦想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妹妹的学业，更为了心中那份美好的未来，兄妹同心协力，一起上山辛苦劳作。微风轻拂，阳光和煦，勤劳的哥哥带着小雪一起上山。今天妹妹又来帮助哥哥一起劳作了。小雪知道，哥哥之所以这么辛苦，全都是为了他的学业，而哥哥却放弃了学业，选择留在山里，用勤劳的双手和结实的肩膀扛起一片天。一路上，兄妹俩有说有笑，彼此鼓励着。到达土豆地后，他们立刻投入到劳作中。哥哥熟练地挖掘土豆，妹妹也不甘示弱，他们配合默契，仿佛心有灵犀。他看着妹妹认真的样子，心中满是欣慰和疼爱。每一滴流下的汗水都诉说着哥哥的用心良苦。他不辞辛苦，只愿妹妹能够拥有更好的明天。看似平凡的劳作，便是他们为生活努力拼搏的重要途径之一。太阳渐渐升高，阳光变得炽热起来，兄妹俩不停地劳作中，并没有一丝丝抱怨。然而再苦再累，哥哥却一声不吭，为了妹妹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要小雪妹妹能好好学习，哥哥就必须竭尽全力供妹妹读书。挖土豆是一项体力活，但兄妹俩从不言苦。他们一边劳作，一边谈笑。兄妹俩将挖好的土豆装进背篓中，哥哥总是耐心地教妹妹如何有效地挖掘，而小雪非常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之中。小雪年纪尚小，但她的干劲一点也不输给哥哥，挖出一颗颗饱满的土豆，那是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。经过两人不断的努力下，背篓里装满了饱满的土豆，他们准备背回集市。哥哥总是承担起最重的体力活，把满满当当的背篓扛在了自己的肩头。哥哥不知疲倦地付出着一切，妹妹跟在哥哥的背后，陪着哥哥一起前往集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兄妹两人终于来到了集市上。男孩选定了一个位置，将背篓中的土豆倒出，他仔细地将土豆摆放整齐，眼中满是认真与专注。兄妹两人开始摆摊卖土豆，每一个土豆都仿佛承载着他对妹妹的深深祝福与期盼。虽说土豆个头不是很大，每一颗土豆都是妹妹上学的希望，为妹妹的学业贡献一份力量，希望有一天能够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。哥哥从来不怕辛苦，不怕劳累，只为了能多挣一些钱，让妹妹在追逐学业的道路上没有后顾之忧。男孩的土豆摊很快就吸引了许多顾客，他的土豆新鲜、饱满，而且价格实惠。过往的行人都被这个勤劳的哥哥所感动，纷纷停下脚步选择购买。男孩用他那朴实无华的方式为妹妹的学业做出努力，哥哥的辛勤和妹妹的梦想承载着未来的希望。哥哥始终坚守在摊位前，他的笑容温暖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他用自己的辛勤付出，书写着对妹妹的关爱与责任，也成为了连接兄妹情的纽带，传递着无尽的正能量。在哥哥的努力下，妹妹的学业之路一定会越走越顺畅，而哥哥也将成为妹妹心中永远的榜样。摆摊终于结束了，男孩和小雪回到了山中小屋。小雪拿上鸡饲料喂养着家中的鸡群，多么希望孩子们每天都能收获鸡蛋补充营养。哥哥回家后一刻也没有闲着，前几天刚除的草现在又长出来了，妹妹也一起过来帮忙。哥哥挥舞着手中的锄头，妹妹在地里清理杂草。两个孩子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生活确实不容易。10多岁的孩子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和苦难，兄妹两人齐心协力，一起将杂草清理干净。孩子们打算在这片地里种植上壁姜。哥哥把泥土翻成一条条，
而妹妹在哥哥的后面把地浆放入泥土之中。他们相互协作，默契十足，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凝聚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。荒地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逐渐变成了适宜种植的土地，他们满怀欣喜地种下的浆，仿佛种下了希望的火苗。兄妹俩用心守护着这片土地，收获的时刻能够带来满满的喜悦与幸福。清晨一早，兄妹两人徒步准备上山，他们带着工具在蜿蜒的山路中穿梭。大山的风景很美丽，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色。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，去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。在这片荒凉而美丽的大山里，他们相依为命，每天为了生活而辛勤劳作，用双手寻找可用的资源，换取微薄的收入。山路崎岖，但兄妹两人却充满了活力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欣赏着周围的美景，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。他们一路向着茂密的树林走去。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之中，他们比一般孩子能吃苦。面对严峻的深山生活，两个孩子并没有气馁。哥哥虽然年纪轻轻，却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。他知道自己不仅要维持两人的生计，更要确保妹妹小雪的学业问题，让妹妹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男孩拿出柴刀在泥土里挖掘着，小雪则在一旁观察着哥哥的动作，学习着生活技能。每天男孩都会早早地来到山上，他们要赶在太阳升起前尽可能多地收集山中的资源。他们寻找可食用的野果、野菜，挖掘草药，甚至会捕捉一些鱼虾。这些都是大自然带来的馈赠，也是他们换取收入的唯一途径。小雪虽然年纪尚小，但她的懂事和坚强超出了她的年纪。她知道哥哥的辛苦，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哥哥。在大山里，她学会了辨识各种植物和蔬菜，帮助哥哥一起采摘。小雪拿起竹子，独自在边上挖掘，妹妹也想为哥哥分担一些辛劳。兄妹俩的生活虽然依旧艰难，但他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。他们一起面对困难，一起克服挑战。有没有家人们认识他们挖掘的是什么吗？看着好像是木薯，男孩的动手能力超乎想象。妹妹帮哥哥清理木薯表面的泥巴，他们便开始了辛勤的劳作。哥哥小心地挖出木薯，妹妹则仔细地将它们清理收集起来。两个孩子是多么的懂事。劳作中，兄妹俩不时交流着，笑声在山间回荡。他们享受着这份与自然亲近的时光，也珍惜着彼此间的陪伴。哥哥带着妹妹前往另外一片树林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一些什么，或许是觉得这些木薯远远不够。男孩和小雪到达后，他们的双手在泥土里扒拉着其他植物，看似像芋头。他们在清理着表面的污垢，他们共同分享着生活的点滴，也互相扶持着。这份深厚的亲情让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中也能感受到无尽的温暖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兄妹两人收集了很多资源。小雪背着编织袋，哥哥背起满满当当的竹篓，两人准备下山。尽管身体有些疲惫，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收获的喜悦。这一天的辛勤努力不仅为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满足，更让他们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和生活的意义。男孩为了妹妹的学业，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。他将收集到的资源拿到山下的市集，虽然收入微薄，但他从不放弃。这些劳作是妹妹继续上学的希望。兄妹两人不辞辛苦地赶到了村落，一个不过10几岁的少年，却已是家中的顶梁柱。真的很佩服山里的孩子，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敬佩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男孩的摊位吸引了过往的顾客，男孩的勤劳也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。男孩总会在大山里采摘一些新鲜的果蔬摆摊，一个小小的摊位。兄妹两人用真诚的笑容和热情的服务吸引着过往的人们，他们向顾客介绍着这些野菜的营养价值和独特风味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大山里的美味。
收摊结束后，男孩在村落的超市里买了一些食物，一天的劳累也需要补充一下体能。兄妹两人返回山中小屋的路途，回到家中后，兄妹俩舀起山泉水清洗着双脚，冰凉的山泉水缓解了双脚的疲惫。他们分享着一天的经历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。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歇，趁着今天天气甚好，阳光明媚，男孩和小雪把家中的被褥清洗一遍。他们学会了勤劳和珍惜。大山生活虽然简单，但却充满了生机与希望。兄妹两人的故事，也是许多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的真实写照。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动，也让我们思考，更让我们去关注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。暖心的哥哥上山采摘荔枝，为妹妹挣取生活费用。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大山里，哥哥用他坚实的臂膀为妹妹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。清晨的山区弥漫着淡淡的薄雾，仿佛一层轻盈的纱帘，将山峰和树林笼罩着。眼前的小屋就是男孩和小雪的家，兄妹两人相依为命，生活在大山里。妹妹已经惊醒，从睡梦中慢慢醒来，她呼喊着哥哥。此时的哥哥还在睡意之中，每天奔波于山林间，寻找各种生活资源。为了生活不得不努力，哥哥也在小雪的呼喊中醒来。兄妹两人叠好被子准备起床，外面的鸡群早已外出觅食。兄妹两人来到水源处，开始简单的洗漱工作。新的一天即将开启，哥哥永远关心着妹妹，作为家中的长子，早早地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。每天清晨起床后，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小雪从房间里拿出了书包，哥哥担心着妹妹的生活费，他让小雪清点一下书包里的生活费。小雪跟哥哥说道：“我会省吃俭用，你就放心吧。”哥哥放下了担心，叫妹妹准备上学去。哥哥带着竹篓和工具一起下山去。哥哥也准备外出辛勤劳作了。他与小雪妹妹在路口处道别，告诫妹妹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他们在岔路口做了分别。哥哥要上山寻找物资了，确保家中有足够的食物和生活费用。尽管大山里的生活条件艰苦，哥哥总是尽力让小雪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大山里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色，清新的空气，翠绿的山林，让你仿佛置身于一幅生动的山水画中。山上的绿色宛如一块翡翠，滋养着大地的生机。小雪迈着轻快的步伐前往学校，而这边的哥哥也踏上了前往山林间的路。一路上碧绿色的植被让人心情愉悦，这才是大山的美妙之处，到处充满了生机。城市的喧嚣无法与大山的美景相比较。山林间的果树上挂满了果实，男孩抬头仔细观望着，这或许就是今天的资源，也是此行的目的地。男孩深吸一口气，手脚并用，紧紧抓住树干，努力向上攀爬。树枝有些摇晃，但他没有退缩，一点一点地向上攀爬。不一会儿，男孩就来到了树梢，树枝划疼了他的手臂，他也顾不上疼痛，心中只有那颗挂满枝头的荔枝。你还别说，男孩显得非常勇敢。这棵果树起码有好几米高，红红的荔枝仿佛向他招手。男孩很是聪明，把背篓挂在树枝上，将采摘的荔枝装入背篓之中。现在正是荔枝成熟的阶段，小编有幸这2天也尝过，口感非常甜蜜。荔枝的成熟时间主要在5月到8月之间，然而过量食用荔枝或某些特殊体质的人食用荔枝均可能发生意外。美食虽好，切忌过量，山珍海味再好，吃多了也会腻。在男孩的不断努力下，背篓和编织袋均已装满。为了防止摔伤果实，男孩还是勉强背上竹篓，带着编织袋爬下果树，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男孩的勇敢之心确实令人佩服。虽然从小在大山里生活，但有些危险的事情还需谨慎，
安全第一才是最重要的。能在树梢上收集到这么多的荔枝，确实很艰难。没有辛苦的付出，哪能有好的收获呢？男孩带着满满的收获，准备下山摆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孩终于赶到了村落附近。他拿来细小的竹条，将荔枝进行捆扎。他精心挑选每一颗荔枝，确保每一颗都饱满多汁。荔枝的新鲜度直接影响着顾客的购买意愿，所以他尽可能的在荔枝采摘下来后立刻摆摊。男孩的细心程度也是没话说，努力做好每一件事，将荔枝捆扎摆放好后期待着顾客。虽然家境并不富裕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他决定利用家乡盛产的荔枝来赚取一些生活费。清晨，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乡中，男孩已经踏上了前往大山的路。小小的摊位并不显眼，但他从不气馁。他用自己最真诚的笑容和热情的服务迎接每一位顾客，耐心地向顾客介绍着荔枝的新鲜。男孩的生活并不容易，除了摆摊，他还要处理家中的农活和菜园。但无论多忙多累，他从不抱怨。他相信，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就能够改变现状，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。他顶着炎炎烈日，不停地招揽过往的顾客们。他希望荔枝摊能早点收摊，尽管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但他仍然微笑着面对每一位顾客。为了吸引顾客，努力地吆喝着。为了赚取生活费，他放弃了玩耍和休息的时间。生活的艰难没有压垮他，反而让他更加努力和坚强。被他的勇气和坚持所感动，一天的忙碌终于没有白费。他开心地数着今天赚取的费用。男孩拖着疲惫的身体收拾了摊位。今天2个孩子有福了，辛苦攒下的钱居然破费买白切鸡。看来生活慢慢变好了。男孩为小雪准备一顿特别的晚餐。男孩为了给家庭带来额外的收入，他勇敢地攀爬山峰，采摘那些生长在山间的巨型海芋，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换取一顿美味的白切鸡。清晨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静谧的大山，将新生的嫩叶映衬得更加鲜活。整个山林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男孩已经早早地起床了。每个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大山，男孩就背上竹篓，踏上了上山的路。他穿梭在茂密的树林中，寻找大山的可用资源。没点胆量，还真不敢独自上山。山林间的绿色植被繁茂昌盛，郁郁葱葱，林间的鸟欢快地歌唱，这才是大自然的美好。只见男孩拿起柴刀开始切割，这些都是成熟的海芋。采摘海芋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，男孩总是小心翼翼的。山中的资源十分丰富，像海芋这种生长在山间的植物，不仅叶片巨大，而且根茎富含营养，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。只要男孩足够勤劳，就能通过采摘海芋为家里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。许多山里的孩子比较勤劳，从小就为家庭承担付出，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生活。经过一上午的努力，终于收集了很多海芋。男孩将海芋切割成许多小段，然后一个个装进背篓中。山间的溪流潺潺流淌在山谷间，将山与河完美的串联起来，汇聚成大自然的无尽魅力。男孩的竹篓里装满了新鲜的海芋，他带着满满当当的收获，准备下山摆摊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男孩来到了村落附近的小路，他摆开摊位，将海芋整齐地摆放出来。他的海芋新鲜且品质上乘，很快就吸引了顾客的目光。唯美价廉，营养丰富，但含有微量毒素，不宜多吃。茎干毒性最大，当地人自然会有办法处理。男孩的生活是许多山村孩子的生活缩影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带来希望，为生活增添色彩。男孩海芋摊不仅是他勤劳的象征，更是家庭的希望。男孩带着今天的收获返回山中小屋，此时妹妹已经放学回家，她在小屋门口打扫着卫生。哥哥还没有回来，她在等待哥哥。
哥哥终于回到了小屋，小雪知道哥哥辛苦一天了，她赶紧淘米做饭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也能为家庭承担一些家务事。年纪虽小，家务事从小就做。山沟里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贫困的重担，却始终保持着内心的阳光与希望。菜园被2个孩子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多亏了哥哥的努力付出。小雪来到菜田采摘一些蔬菜作为今天的菜肴，她把采摘的蔬菜进行清洗工作。山区孩子们的勤劳和朴实令人敬佩，他们无怨无悔地为家庭和社会付出，用自己辛勤的努力改变着周围的一切。不过今天哥哥要给小雪一个惊喜，他从集市上买了一只白切鸡。今天的菜肴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又有蔬菜又有肉类。哥哥把最大的鸡腿给到了小雪妹妹，哥哥用他的勤劳的汗水换来的白切鸡温暖了兄妹俩，不仅是他勤劳的象征，更是他与妹妹小雪之间深厚感情的见证。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勇敢的男孩，他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但他凭借着对大自然的熟悉和自身的努力，在溪流旁寻找着生活的希望。勇敢的男孩抓到了大量螃蟹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清晨的那些花朵，它们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天，在晨光的照耀下，更是让人心旷神怡。男孩便踏上了前往大山的路，河流奔腾，水花飞溅，湍急的水流在礁石间穿梭，路面湿滑。男孩穿上了雨鞋，穿梭在葱郁的山林间。男孩在山林间的路上遇到了螃蟹，这可是大自然带来的馈赠。他放下背篓，小心翼翼地去抓螃蟹，好像昨晚下过了一场雨，雨水浸湿了山林，螃蟹从溪流里爬到了树林间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要是在水里抓取还是有点难度。男孩灵机一动，要不今天就抓点螃蟹去摆摊。螃蟹还是很难寻找到，它们隐藏在树叶里。不过男孩很聪明，也很有耐心。他知道螃蟹喜欢躲藏在哪些石缝中，也知道如何巧妙地避开它们锋利的钳子。每当他抓起一只螃蟹，他的脸上都会露出满足的微笑。螃蟹在竹篓里慢慢地爬了上来，偷偷地溜走了。男孩找了一根绳子，将它们紧紧地捆住，防止它们再次逃跑掉。男孩用他的勤劳和智慧捕捉着大自然的赠予，想要抓到更多的螃蟹，他还需要努力地寻找。多亏了男孩熟悉周边的环境，就算螃蟹隐藏得再深，他都能一一找出来。生活不易，依靠着山涧的溪流和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维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。他熟悉每一块石头，每一片水潭，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最肥美的螃蟹。沿着蜿蜒的小径，他来到了一条清澈的溪流旁，溪水潺潺流淌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。螃蟹在水里的机会会更大。他弯下腰，仔细地在石头缝里寻找着螃蟹的踪迹。每发现一只螃蟹，他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欣喜。有时他的小手也会被蟹钳夹到。男孩顾不上欣赏这美丽的景色，他踏入冰冷的溪水中，努力寻找螃蟹的踪迹。这是他生活的依靠，是大自然给予他的馈赠。对于男孩来说，抓螃蟹不仅是为了获取食物，更是一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方式。他的手法熟练而敏捷，不一会儿便能收获许多螃蟹。他准备返回山中村落。大山里的生活充满了艰辛，食物常常短缺，每一顿饭都来之不易。抓螃蟹成了他改善生活的重要方式，只为了在这艰苦的生活中寻找一丝希望。男孩来到了路边，从背篓中把螃蟹取出，这是他今天的努力成果。一串串螃蟹吸引着路人的目光，男孩用他那朴实无华的微笑和热情迎接每一位顾客。这些鲜美的螃蟹是最纯净的食材，也为顾客带来了大自然的美味。男孩向顾客讲述螃蟹捕捞的过程，分享大山里的趣事，让人们在品尝螃蟹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大山的气息和生活的乐趣。
男孩收摊后来到商店里，购买了几袋方便面，这应该是他的午餐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孩回到了山中小屋，他拿起扫把清扫着地面的垃圾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小手拿着扫帚，一丝不苟地清扫着每一个角落，让小屋的周围变得整洁舒适。他给自己换上了凉拖，用山泉水清洗着自己的双脚，一天的劳累也得到了缓解。午餐的准备工作即将开始，家里的鸡群也需要喂养。男孩拿着鸡饲料撒向鸡群们。大山的生活让他变得多姿多彩，非常羡慕这样宁静大山生活。男孩在自家的菜田里准备了一些蔬菜，菜田也能给男孩带来自给自足。随后在饭锅里放入2袋方便面。在这宁静而又艰苦的大山里，男孩用自己的双手和勇气书写着属于他的故事。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也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。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集再见。